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我参加 Flip and Go 的赛事分析，包括手牌讲解。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？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每个人报名之后，它是一个8人桌。翻牌前呢，每人会发3张牌，会开一个翻牌。每个人玩家看到翻牌之后呢，必须丢掉手中的其中1张牌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是3取2，丢掉1张牌之后呢，会发转牌跟合牌，看谁的手牌是最大的手牌，就晋级到下一个阶段。下一阶段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正常的德州扑克的锦标赛，会是一个进入前圈的状况，筹码量是16万，打一个1000、2000的盲注级别，30分钟盲注升盲。首先呢，这场比赛是12点开赛，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，原因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呢，开赛的前1、2天哦，在单桌 SNG 的区域，其实就已经会有很多这种，你想要晋级，你可以前几天就来先报名，先争取晋级的机会。但因为今年呢没有单桌的 SNG， 代表的意思是今年的这一个比赛呢，一开始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只有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玩家来花钱报名这一场比赛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的人数跟去年相比少了蛮多。我记得去年我们参赛的时候，大约有1300多个买入，今年的话是1024个买入，总共晋级128位玩家。我买了几次呢？答案是10次。这一次呢是一个8人桌，跟去年一样，我参加的次数也是跟去年一样，参加了10次晋级。一开始的时候都有非常多不错的手牌，包括 AA， 可惜呢都没有赢。最后一手牌呢是 K13， 重点是翻牌332，所以我们 K13 呢非常好中了3条3码。那我觉得这一个状况呢，我是有一张黑桃10，332有2张黑桃。假设别人是 J43， 那人家可能会留 J3， 对不对？那我的 K3 就有机会是踢脚比别人好。究竟要留踢脚比较好的 K， 还是留一个有后门花的10？这是一个我不确定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绝对不会把3给丢掉。那我当下呢是把10给丢掉，然后呢转牌开始。合牌开一张梅花5，那我还想说，哇，这个如果我留13就 full house 就一定不会输了嘛，就还好。我们 K3 呢，让我顺利的从第10发晋级到下一阶段。我大概从12点开始一直报名啊，然后淘汰出局1次就去备台重买，玩了蛮久的。第10发晋级之后呢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吃个晚餐。下一阶段是在晚上7点的时候开赛，大家的筹码量都是16万的筹码量，从1000、2000开始，总共有128位玩家。好消息，小 P 战队福利全面大提升啦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战队福利从原本的每个月$2000加码到$5000，包含了全新的锦标赛积分榜及首月战队任务，并且我们加开了免费战队锦标赛的场次以及增加奖池。每周的锦标赛积分榜第1名可以获得$200。假设你连续4周都获得第1名，自己算一下。任何最新的战队资讯以及锦标赛积分榜排名都在小 P 的扑克世界官方网站，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加入小 P 战队吧。第一手牌运气不错，发生的盲注级别1500、3000 7人桌的状况，弃牌到我在 high 价位我有16万，这时候我拿到一对 Q， 我选择了加注到6000。bottom 位的玩家有12万的筹码量，选择跟注。小盲位的玩家有1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3次下注到22000。大盲位在想的时候呢，我会思考说，不管大盲位是做什么样的动作，我大概会做什么样的动作，跟我认为小盲位的预设范围会是怎么样子。这个时候大盲位竟然选择4次下注到55000，大盲位呢也有近15万的筹码量，这手牌是1500、3000也就是说有效筹码大约就是50个大盲。小盲位可以3次下注，大盲位可以4次下注的手牌是什么？那我认为以一个没有资讯的情况下，大盲位的4次下注的手牌，第一个它不应该会有炸胡，或者是说它所谓的炸胡会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的强的手牌，譬如说 AQ 不同花、AJ 同花、KQ 同花，这就是我所谓的炸胡 ，AQ 同花都有可能。假设它没有炸胡，都是价值下注手牌的话，我认为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。如果说对上大盲位的玩家没有炸胡，它的范围就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， 那很明确是什么？我们 QQ 呢不能弃牌。假设大盲位没有炸胡，我们的 QQ 还是不能够弃牌。假设它有炸胡的话，我们的赢率是更高嘛？当然你是说，这下去是不是每次都会看到 AAKK？ 那我就觉得不是嘛。尤其是大盲位的玩家，他也是一个比赛的常客，我也更不用担心小盲位，因为小盲位的3次下注范围本来就很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选择了 all in。bottom 位的玩家弃牌，小盲位的玩家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也弃牌。大盲位的玩家1秒就跟住了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1
对 A， 翻牌是 QJ3， 我们成功的击中3条 Q， 把这位玩家给淘汰，筹码量呢也达到了非常的多，接近30万的筹码量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，还蛮精彩的，发生在2000、4000的盲注级别，小盲位的玩家有18万，锦标赛的常客，是一个蛮有名的玩家，选择了平跟，我在大盲位30万的筹码量，我有 J3 不同花，选择过牌，翻牌是554，底池12000，小盲位过牌，554这个翻牌，我们在大盲位能够下注的手牌到底是什么样的范围？觉得很明确，就是有4可以有时候下注，有时候过牌。那我认为有5的话，应该会是非常高频率的下注，配合的炸胡会是什么？任何的双头顺或是卡顺，双头顺跟卡顺的组合其实没有那么多，那我觉得可以有一些随机的，比如说像 J3、J6，就是有一些转牌跟合牌的后门花、后门顺的组合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。那尤其是 J3 就属于这样子的范围。第一个，我觉得 J high 比较弱一点，再加上3的踢脚，让转牌如果是比较低的，比如说 A2， 都会是一个增加一些听牌几率、赢率更高的一个状况。当下呢，选择下注5000，小盲位玩家跟注，转牌来了一张 A， 底池22000，小盲位的预设策略还是过牌，这个时候到5。当我今天转牌更明确的有听牌的时候，那我觉得 J3 就是一个更适合的炸。当下呢，我就决定下注14000，大约是2/3的底池，然后呢，小盲位的玩家跟注，合牌来了一张7，这张7其实让我的范围里面很多的炸胡都中了，譬如说36中顺子，68也中顺子，67中了一个7的对子。这个合牌对我来讲呢，我会有很多的，譬如说36，它绝对不会有36，可能36同花都不会领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，第一个我的顺子组合比较多，重点是我在大盲位我会有所有的5，包括非常弱的5，比如说52不同花、53不同花，这些手牌都是我认为大盲位不会有的。底池5万，小盲位过牌，那我选择下注4万。他想了非常的久，他想了大概3分钟左右，然后他选择弃牌，这手牌炸胡成功。下一手牌呢是在这个4000、8000的盲注级别8人桌 UTG 的玩家，他有40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加注到16000。我在大盲位，我也有40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1对5，选择跟注。翻牌是8、9、6， 2张红桃，1张梅花，底池44000，我选择过牌，他选择持续下注28000。很多连接性比较高的翻牌呢，我觉得他没有选择1/3是很合理的，因为基本上1/3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。在我大盲位的范围很少牌会可以弃牌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认为我的1对5，第一个我有对子，第二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卡顺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，就算对上半个底池的下注。转牌啊，很有意思啊，梅花8变成是8、9、6、8， 2张红桃，2张梅花。那我觉得第一个8的范围里面，前位的位置多还是我的位置多？绝对是我的位置多。如果他的范围里面有8，翻牌会不会下注？我觉得会，但是以范围来说，我的8绝对是比较多。我有什么7、8不同花，他绝对不会有这些手牌啊。这个时候我选择过牌，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的有1对5，我有摊牌价值，我不用炸。如果说我今天是随机的一张7，带这种双头顺，我可以考虑转牌领先下注。当下的状况，我觉得我有1对5，我还是有摊牌价值，需要拿来炸。我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对方在这一个转牌都会有很高的频率过牌，所以我也不用太担心说，转牌面对一个大的下注我该怎么办？所以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不出我所料，他也选择过牌，合牌来了一张非常糟的牌，叠牌6，变成是8、9、6 turn 8 river 6，是一张方块6，也就是说同花都没有出现。这个时候底池有10万，我当下决定是一个100%的炸，选的尺寸呢，我在想就是说2个，就是很大，第二个就是非常大。第一个很大呢，我在想大概是2/3到满帕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大概是1.5个底池到2个底池。我可能会很好奇，这样子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？我今天如果下注叫接近满帕的话，我可以选择的手牌大概是所有的6都是一个明确的满帕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选择1.5甚至更大的话，很明确就是我有8，就是 nuts， 就是你有8我都不怕。那我下注2个底池啊，就算被6的手牌跟注啊，大对子跟注我都是好的嘛。单纯的就以6的 full house 来讲的话，也是一个很明确可以价值下注的手牌。如果说我希望让我的范围更宽，有机会有6又有机会有8的话，我就下注了一个10万。这时候对手就在想了整整超过应该有5分钟，他还是选择了跟注。我们1对5，我觉得就是有机会需要炸胡嘛。这时候看到对方的手牌，就不确定这是一个适合抓炸胡的手牌。它是 K7 红桃，它是 K high， 然后它同时阻挡了同花听牌加上顺子听牌，因为翻牌是8、9、6 2张红桃嘛。我觉得同花炸胡是比较差一点，因为我不应该拿同花来炸。但我觉
得我有很多单纯是7，比如说 Q7、K7 有7的手牌拿来炸，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应该也不希望自己的手牌有7，所以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跟注，但不管怎么样啊，他赢了，好不好？跟得漂亮，我觉得这手牌之后会去电脑回顾一下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双方都打得不错。那下一手牌呢是5000、1万的盲注级别，我在 low 价位我也有22万8千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一对 A 能输吗？加注到2万 ，CO 位的玩家呢是 Neven 他有3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3次下注到6万，弃牌到我有22到23个大盲左右，面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位置的3次下注，我都会有一个频率选择跟注。如果说他今天选择的3次下注的尺寸是5万，我应该会非常高频率的跟注，原因是因为我认为3次下注到5万，让他自己更有在翻牌前弃牌的状况。什么意思？当他今天翻牌前投入越多筹码的时候，代表的是他今天如果加注到6万甚至更多，那我就认为他怎么样？他翻牌前不会弃牌。如果我意识到对方3次下注的尺寸选择比较大，是不会弃牌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就希望他是一些很不错的手牌，甚至是 AQ、AK， 然后翻牌前可以跟我们打光嘛。今天如果他3次下注是5万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觉得他有很多 KJ 同花、10J 同花，甚至 A10不同花这样的手牌，这样子比较宽的范围的话，我认为我 all in 基本上他都不会跟注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手牌我翻牌前选择了 all in，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3次下注到6万，然后我只有22万左右，我认为他基本上都会跟注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细节，他很快就跟注了。这时候看到他手牌，他是一对9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哦。对上我的 low 价位的范围，翻牌前20个大盲，我认为他可以3次下注，并且扣我的 all in。9以上的对子跟 Ace Queen 以上的手牌呢，都是可以3次下注，并且是正 EV 的跟注 all in 啊。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范围都是正确的。翻牌是7、8、10，他的一对9呢，还有一个双头顺，这也是有蛮多 odds 啊，运气不错，转牌7和牌5，让我的筹码翻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手牌讲解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这一趟美国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小 P， 大家拜拜。After the flop, every player will discard one 18是要 card. 去排队 Then，they'll put out a 日本小姐姐 可以不要这样，可以不要这样。你不是要去排队？